大家好，这里是才实说，今天要聊一个非常硬核，也可能是你看过的所有分析里最接近真相的话题。2025年对中国经济来说绝对是惊涛骇浪的一年，外部特朗普重返白宫，中美贸易战的烽火再次点燃，而且来势汹汹，内部房地产的持续下行，价格的通缩压力，再加上消费的疲软，这三座大山压得很多人喘不过气。很多人都在问，面对这场完美风暴，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到底会不会翻？北京的决策者们手里究竟还藏着什么牌？他们是在硬扛，还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这些问题光靠感觉和猜测是没用的。今天就拿到了一份猛料，来自知名智库兰德公司的资深研究员 Gerard Dipipo 在2025年9月刚刚发表的最新报告，标题就叫风暴中转向，贸易战中的中国经济。这份报告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和图表为我们揭示了风暴眼中的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怎样深刻而剧烈的变化。这期节目会把这份报告搅碎了、丢开了，并结合深度的思考，带大家彻底看懂这场变局。看完这期视频，你对中国经济的现状挑战和未来的走向会有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认知。信息量巨大，建议大家点赞收藏。我们马上开始。首先需要直面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现在到底怎么样？官方说2025年第二季度 GDP 增长 5.2%， 完成了 5% 的年度目标，听起来一片大好，对吧？但为什么很多中国民众的体感，从企业主到打工人都觉得寒气逼人呢？秘密就藏在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的温差里。大家请看这张图，官方公布的 5.2% 是实际 GDP 增速，是剔除了价格变动后的增长，但更能反映民众钱包、公司营收这些真金白银变化的是包含了物价因素的名义 GDP。 图上这条黑色的粗线就是名义 GDP 增速，它现在只有 3.9%。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两者之间出现了 1.3个百分点的裂口。这个裂口在经济学上被称为 GDP 平减指数，当它为负数时，就发出了一个强烈的通缩信号，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水平是在下降的。所以民众感觉钱难赚了，生意难做了，这种感觉是对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这个 3.9% 的增速还不到疫情前2017到2019年平均水平的一半，经济放缓的体感是真实的、剧烈的。那到底是什么拖累了增长？看这张图的构成，绿色的部分代表房地产和建筑业，在2019年以前它还是经济的重要贡献者，平均贡献了 16% 的名义 GDP 增长。但从2021年之后再看，这块绿色几乎消失了，对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而蓝色的其他服务业扛起了增长的大旗，贡献率从疫情前的 50% 左右飙升到了现在的 80%， 增长结构发生了巨变。而另一个更让人不安的信号就是通缩的全面化。大家看这张图，蓝色的线是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绿色的线是制造业的 PPI， 它们从2022年中期开始就一直在往下掉，像滑滑梯一样。这意味着工厂出厂的东西越来越便宜，企业利润被严重挤压。而红色的线是跟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从2023年以来它就几乎是贴着地面在走，平均只涨了 0.2%。 而全球同期的平均通胀率是超过 4%， 全球都在闹通胀，中国却在担心通缩。这说明要么是东西太多卖不掉，要么是大家真的不敢花钱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经济，又是什么在拖后腿？这张图信息量极大，它描绘了一幅外热内冷的畸形画卷。紫色的线是商品出口，你看看它上扬的势头简直是一骑绝尘，远远甩开了疫情前的趋势线。在过去4个季度，进出口对真实 GDP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38%， 而在疫情前，这个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出口成了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但再看另外几条线，绿色的线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增速已经不到疫情前的一半了，几乎是趴在地上。而红色的线人均消费在2023年短暂反弹后，今年又开始掉头向下增长乏力。这张图更是佐证了消费的疲软，无论是红色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蓝色的人均消费支出，它们的增速都已经从疫情前 8% 以上的平台腰斩到了现在 5% 左右的水平。民众赚钱慢了，花钱自然就更谨慎了。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经济的真实温度比爆出来的要低得多。
增长的旧引擎福地产彻底熄火了，新引擎服务业独木难支，内需的两个轮子投资和消费都转不动了，全靠出口这一个轮子在玩命的跑，这个局面非常脆弱，也非常危险。说完了宏观大环境，现在必须把聚光灯打上这场风暴的绝对中心。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报告用了一个词崩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2021年之前，整个房地产行业包括相关的上下游据说占到了中国经济的 30%， 这是一个何等庞大的巨兽。但北京的3条红线政策就像是突然给这个高速奔跑的巨人来了一记锁喉，直接切断了开发商的资金链。对中国房地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看完你会明白切断资金链意味着什么。这张图看着让人触目惊心，大家看，从2021年中期开始，蓝色的新开工面积和绿色的销售面积这两条线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垂直掉了下来，住宅新开工面积暴跌了 70%， 销售面积也跌了超过 52%。 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筑热潮，现在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这场崩塌带来的连锁反应是致命的，地方政府卖不出地，财政枯竭，小银行坏账飙升，而中国老百姓的信心更是跌到了冰点。大家看这条绿色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曲线，它的崩盘几乎是和橙色蓝色的房价曲线开始下跌以及2022年上海封城同时发生的房子。这个过去几十年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开始贬值了，大家的信心也就跟着一起崩了。那钱去哪了呢？既然不敢买房，大家就把钱都存起来了。报告里有个惊人的数据，到2025年6月，中国家庭的储蓄存款已经从2020年底的60万亿飙升到了120万亿人民币，短短4年半翻了一倍，增加了这60万亿储蓄，相当于中国 GDP 的 40% 以上。大家不是没钱，是吓得不敢花钱了。所以你看，房地产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它通过地方财政、金融系统和居民财富已经深度捆绑了整个中国经济，这个雷不拆，经济就别想好。不过我对这份报告的这个描述其实是有点疑问的。一般来说，储蓄率的增加是意味着贫富分化，也就是富人把钱存起来了。要注意的是，穷人一般是没办法存钱的，不是因为不想存，是因为不够花。所以这个储蓄起来，我认为是钱更加往富人那边积聚。这个侧面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出口会增加很多，因为对制造业的投资带来了产能过剩，而投资是需要储蓄来支持的。也就是说，这个也许是硬币的两个面，需要投资和出口就不能要消费，因为穷人的收入会变得不足，而富人的收入会增加。聊完了国内最大的这颗雷，现在再把视角转向国外。2025年特朗普王者归来，上来就是一套组合拳，关税大棒挥舞的虎虎生风，从2月到4月对华关税一路加到 145%， 很多人都捏了一把汗。雷欧已经如此严重，还能扛得住这么猛烈的外患吗？但北京这次的反应和第一次贸易战时完全不同，不但没有退让，反而直接亮剑了。特别是4月4号，中国宣布对稀土相关产品进行出口管制，这一下直接打在了美国的七寸上。因为稀土是美国国防电子和新能源产业的命脉，为什么北京这次这么硬气？报告分析，中国其实早就吸取了教训，并为此准备了好几年。第一个准备是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制造业的低依赖。大家可能觉得中国出口很依赖美国，但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已经从2019年的 19% 下降到了2024年的 15%。这张图更震撼，它告诉我们，对中国所有的制造业企业来说，卖到美国的收入只占他们总收入的 2%。当然，像消费、电子、玩具这些行业对美出口依赖度高一些，但从整体制造业来看，美国市场已经不是命根子。报告也估算了，就算中美贸易完全归零，最极端的情况下会导致中国1600万个岗位流失。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吓人，但对比中国 7.34 亿的总就业人口，也只占 2% 左右。这个代价虽然巨大，但并非不可承受。不过其实我不太认同这个报告的这个观点。美国作为全球的最后消费者，它的消费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详情可以看我们的中美贸易战的视频。第二个准备就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霸主地位。请看这张图，从稀土磁铁、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到无人机，
电动汽车，红色的柱子代表2024年，比蓝色的柱子代表2015年长了一大截。这说明在很多关键的高科技领域，中国的全球市场份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大幅提升。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我的份额越来越大的局面，就是北京敢于反击的底气。那么这里就要引出一个关键的观点了，所谓的出口多元化是不是一种幻象？表面上看，中国对美出口下降，对东南亚、欧洲出口大增，似乎成功实现了市场转移。这张图很有迷惑性。你看2025年4月之后，蓝色对美出口断崖式下跌，但总出口黑色曲线还在增长，因为红色东南亚、绿色欧盟等地区在补上。数据显示，从4月到7月，中国对美出口减少了410亿美元，但对其他市场的出口增加了1170亿美元。但是需要问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的商品，他们的最终消费者是谁？报告其实也暗示了答案，他提到了一个词 transshipment， 也就是转口贸易。这个表格估算在出口到其他地区的商品中有高达 23%， 可能只是绕道了一下，最终还是流向了美国市场。东南亚是最大的潜在转运地。特朗普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7月31日宣布要对转口商品加征 40% 的关税。而且报告引用了作者之前的一项研究，明确指出，从最终需求来看，美国依然是中国最关键的市场。所以真相是，中国只是把直接卖家换成了中间商，而美国这个最终买家的地位，短期内难以动摇。中国的出口多元化有相当一部分只是地理上的绕路，而非结构上的替代。那么在最终市场没变，还要多一道中间商的情况下，中国是怎么保住出口增长呢？报告揭示两个秘密武器：一、汇率，人民币跟着走弱的美元一起贬值，相对于其他货币就更便宜了，出口竞争力自然就强了。二、降价，这是最关键的一招，叫以价换量。这张图里绿色的出口量蹭蹭往上涨，但红色的出口单价却在往下掉。这张图更是一目了然，绝大部分工业品的出口价格都是负增长，尤其是钢铁、塑料、家具等跌得非常惨。简单说就是绕道走，再加上降价大甩卖，硬是扛住了美国的关税冲击，维持了出口的表面繁荣。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中国经济好像还挺坚韧的，但这份坚韧背后是谁在默默承受代价？答案是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和消费者。大家看这张图，这是央行对储户的调查，蓝色的线代表收入信心，红色的线代表就业信心。可以看到这两条线在2025年都跌到了一个非常难看的位置，特别是就业信心可以说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时刻。再看这张图，新增城镇就业岗位数量也明显低于疫情前的趋势线，差了大概160万的岗位，年轻人失业问题、公务员和国企岗位挤破头，这些现象都广受关注。那么造成这种就业困境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贸易战还是国内经济支撑的问题？这张图给了我们答案。它显示了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情况。红色的制造业，也就是受贸易战影响最大的行业，它的就业确实在下滑，但幅度很小。真正惨的是蓝色的服务业和黄色的建筑业，他们的就业指数简直是自由落体。这说明当前感受到的就业压力和收入焦虑，主要矛盾并不来自于外部的贸易战，而更多来自于内部的房地产崩塌和国内需求的疲软。但这里需要引出第二个也是更深刻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在 GDP 增长缓慢的时候，出口越是一枝独秀，国内的消费和收入反而可能越差？这背后存在一个牺牲式复苏的残酷悖论。试想一下，刚才的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出口的增长是靠降价换来的，企业把产品便宜卖给外国人，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企业不赚钱会发生什么？自然就没有能力给员工涨工资，甚至还要降薪裁员。同时企业也没有意愿和能力在国内进行再投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出口增长，价格战，企业利润下降，员工收入减少或失业，国内消费更加疲软，企业只能更依赖出口和价格战。你看，出口的繁荣实际上是以牺牲国内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为代价的。每一箱低价出口的商品背后都可能是国内一个家庭被压抑的消费欲和一个工人被停滞的薪水。GDP 的构成中进出口增加了，在总盘子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消费和投资必然要相应的减少。所以当外界在为中国的出口数据欢呼时，可能也要看到它背后沉重的另一面。看到这里，观众们如果看过我们前段时间出的那个关于中国2035转型的视频，
估计能明白为什么。面对如此复杂的内外局面，北京的决策者们是怎么应对的呢？是像2008年那样搞大放水刺激经济吗？没有。报告指出，北京这次表现出了惊人的战略定力，没有搞大规模刺激，货币政策也只是适度宽松。财政上虽然加大了支出力度，但主要是一些精准的、有具体额度的项目，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给3岁以下孩子发补贴等等，这些措施规模都不算大，更像是在托底，而不是在强拉。那真正的招数是什么？报告点出了一个关键词：反内卷。这才是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什么是内卷？就是恶性的杀敌1000自损800的价格战。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产能又过剩，企业只能拼命降价来抢订单，最后大家谁也赚不到钱。这张图就展示了制造业利润率的变化。你看，从炼油、钢铁、水泥到汽车，一大片行业都是红色的，说明他们的利润率比疫情前还要低。报告里有个数据，从2021年到2025年6月，中国制造业的总利润下降了 30%。所以北京现在要做的不是再给企业更多的贷款，让其去扩产能，而是要通过行政指导、法律、价格监控等手段去制止这种自杀式的竞争。非常有意思的是，曾经被誉为新三样的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现在恰恰是反内卷运动的重点整治对象。这背后其实是北京的一场巨大豪赌。赌的是什么？就是用短期的经济阵痛换取长期的技术主导和产业升级。北京的决策者们相信，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在于再多盖多少房子，而在于高科技产业能不能站起来。所以他们宁愿让房地产这个旧经济的泡沫慢慢挤掉，哪怕过程很痛苦，也要把资源集中起来，扶持那些代表着新质生产力的新经济产业。大家看最后这张图，蓝色的部分代表新经济，红色的代表旧经济。在2024年，新经济对名义 GDP 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了 35%， 是历史最高水平。而拖后腿的这是庞大的旧经济，尤其是房地产。这就是北京的战略全景图，对外利用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顶住贸易战压力，为国内转型争取时间。对内不再搞大水漫灌，而是选择刮骨疗毒，主动戳破房地产泡沫，同时强力推行反内卷，整顿产业秩序，倒逼制造业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技术上的自给自足和全球领先。好了，解读到这里，相信大家对当前中穆经济的复杂局面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立体的框架。总结一下 Garrard、Deepford 这份报告以及本期的补充分析，共同描绘了一幅画卷。中国正试图在内外夹击的风暴中完成一次极其艰难的航向调整。他选择承受房地产崩盘和牺牲式复苏的短期痛苦，去赌一个由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驱动的未来。这场豪赌能成功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房地产的下行拖得太久，可能会给地方财政和银行系统留下永久的创伤。如果反内卷导致制造业投资进一步萎缩，可能会加剧失业问题。而那种以牺牲国内居民收入为代价的出口模式，长期来看会严重损害内需的根基。最后，那些被寄予厚望的高科技产业，最终可能很有前景，但未必能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来吸收庞大的劳动力。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北京的决策者们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他们相信，只要能熬过眼前的风暴，时间就在自己一边，而未来几年将是对这个战略、这份定力以及整个中国经济韧性的终极考验。贸易战可能不会决定最终的结局，但它无疑会放大转型的阵痛，迫使中国更早也更艰难地做出选择。好了，今天这期解读就到这里。我知道信息量非常巨大，建议大家可以收藏起来多看几遍。特别是今天节目里提出的2个核心观点，一是出口的最终市场问题，二是出口增长与国内收入的悖论关系。不知道你对北京这盘大棋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场豪赌的胜算有多大？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深度交流。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请一定记得长按点赞、分享并关注我的频道才是说，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输出高质量内容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